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这里是东北角的野柳海岸。我今天约了一位达人，想要来看一种古老的渔法，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较少人知道的活动。Hello， 07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你是潜水教练吗？对，没有错。所以你做这个行多久了？其实我从小就在玩这一项运动了。就是小时候爸爸就会带我去那个苏澳那边的海边。哦，苏澳那边。对。所以平时有在带学员？有，还在学生。所以今天也是跟学员一起来这样。对。基本上你在上课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三堂的海训课程。安排一定会去海边，就一堂泳池，对，2堂室内课的，就是靠自己的体力潜下去，所以你也不能带任何的流会比较强一点，你带这种东西去海潜不下去，也不会，因为你是放在水面上的，只是流比较强的时候，它会被带着跑，你就要去顾外面带了，对你就要顾这个东西。那所以等一下就要下去了，对，没有错。那我们就在岸上。以逸待劳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可以看一下这些设备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。那有3种材质啦，那种塑胶，然后玻璃纤维，对，然后碳纤维。那通常打鱼会踢比较硬一点，因为要顶流。顶流就是流往哪边，你要把它顶过去。对，顶流会比较好顶。这个是可以进口的。这是可以进口，我们没办法啦。对，我们自己没办法。那这个要登记吗？要登记，记录在那个警察局那边。对。所以可以带回家吗？可以带回家。要寄放在那边？不用，这个可以带回家。有我遇过，一定会遇到啊，然后直接报海巡这样。海巡？他们直接报海巡，海巡会管你吗？会啊，这算海巡，就是，他是登记在3组，就是警察刑事那边的。啊，海边的话就是刑事组刑事沙洲呀。这个叫登记在刑事组那边。对。只是海边，因为警察不可能跑来这边管你嘛，对，所以一定是海巡来查证。有枪证就没事嘛，除非你去那一种保护区，对，那一种就没办法。保育区看他保育什么，像龙虾不能抓，那你就不能打龙虾，有法规在的。对，是有法规在。那海巡会知道那个法规吗？不知道，他就刁难你。这就要看每一个海巡他有没有去跟警察一样道理。所以是有一些困境的。对，台东超多渔民在打鱼的，因为是他们的传统渔猎啊。他们是传统，他们传统渔猎。鱼上来会卖吗？不行卖。不行卖的意思？法规上面是不行卖。不行卖。不是说不愿意卖，那钓鱼的可以卖啊。因为对我没伤口啊。不是，那跟法规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伤口不伤口是价格好不好的关系。没有，就是都俗称洞洞鱼啦。只要你用打的就叫洞洞鱼。对。这在法规上面是不行。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我也不太了解，就是以物啦，啦，是法规规定的。对啦，就是不能变卖钱。当然我相信后面一定会慢慢的改变啦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从事这个人太少了。现在越来越多了，打鱼越来越多。好重这是4公斤，2颗4公斤。我现在要配7公斤下去打。因为有时候它鱼会躲在洞里面，看到洞之后打开灯就可以直接开。都有水刀，对，它也可以解标啦，就是你今天打到石头，有一个卡损，对，有卡损的，这个会掉，这个有卡损的，对，这是鱼串，打到鱼的时候就从鳃，对，到嘴巴这样出，蛮好玩的，可以尝试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我就感觉到恐惧。不会啦，我放轻松啦，我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年纪轻的时候，那时候船帆石是可以跳的。对，像我朋友他们跳船，他们就说他们感觉到飞翔，我只感觉到坠落，所以不一样的人，每一个人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拼。这个一定要有兴趣，一定要加一点热血啦。不然你没有热血，你一定持续，因为一开始已经打不到鱼。对，你打不到鱼的时候，一开始都找不到鱼，就跟冲浪一样啦。你一开始换短板的时候，对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咬不到浪。对啊，你追不到啊。对啊，你就会开始有点失落感很重。对，打鱼也是啊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老婆说，那你每天去海边干嘛？都没有东西啊什么的。对啊，被怀疑。刚冲浪的时候，然后他在岸上等，他说：“我刚刚看你都没有站起来。”你在晒太阳吗？你懂个屁！会这样啦。对，那当然就是慢慢有进步。现在教练跟2位学员要下水，我觉得前面这位女生很猛，
教练说他是自己来从事这项活动，不是跟着男朋友或先生什么的，所以他是真的很有兴趣。我在等待的时候，在旁边的凉亭看到很有趣的事情。那边的人在往海里面倒水，看起来像是倒瓶装水的样子。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放生水吧？还有一些纸箱在旁边，看来倒了不少水。这真的好妙。接下来是教练提供给我的水下画面。当天水里的能见度不佳，隐约看到有鱼发射了。专业的果然厉害，这样子居然也射到鱼了。看起来像是红干。红干的日文叫做 kanpachi， 汉字是尖八。看它头上的条纹，有一点像是国字的八。用鱼刀挠脚，动作很利落，把鱼串起来，然后挂在身上。大约40分钟后，教练上来了。今天的收获不太好，只抓到一条鱼，就是身上挂着的那条红干。这应该是柴竿。柴竿，它的背鳍更长。我带了一包宜兰的和鸭米跟金枣啤酒。以物易物的换了这条柴竿，它的中文正式名称是长鳍狮，尾巴上下都是同样的颜色白点，背鳍张开特别长，鱼身较扁，跟红干比起来，鱼肉较白，油脂较多，有的地方也叫做油干，算是很不错的鱼。那我赶快处理一下，我怕内脏破掉污染到鱼肉。你看这个背鳍特别长。处理的时候没什么血流出来，我想是因为被抓到之后在海水里泡了一阵子，那血自然就放掉了。内脏还挺多油脂的，胆汁跟消化系统都没破。这个伤口的位置相当好，在腹部很靠近脊椎的位置。如果再往下一点，射穿了肠胃，腹肉就报销了。那既然身上已经有伤口，我打算直接做干式熟成。那就先把鱼鳞刮掉。做干熟，如果不先去除鱼鳞，皮干掉之后会非常麻烦。在鱼尾刺一个洞，紧贴脊椎的下方，顺便割断动脉，让一点空气进去。吊着熟的时候，血就会流出来。结果鱼太长了，冰箱空间不够，我把鱼头先切掉。你看，油油的，这样子就可以悬空了。好，经过了4天，来看一下钓4天的鱼。鱼皮超硬，腹膜也干硬了，脊椎有一点干掉了血。
这样的鱼皮很难割开，用圆弧形的鱼刀割开皮，再换小刀。我一直觉得潜水是很浪漫的事，可能长不大的男人都觉得带着一点危险的事情都有那么一点浪漫。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《潜海情深》，是讲一个无限定自由潜水的故事，跟卢贝松的电影《碧海蓝天》有点相似的背景。主角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充满争议的运动员。那个故事跟海里那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很吸引我，但是年轻的时候不断的为生活奔波，不要说潜水了，冲浪已经是我所能做过最贴近海的活动。这2年知道台湾也有渔猎这种活动，我觉得非常酷，就想联络看看能不能拍个影片。看完回来想想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也许之后频道比较稳了，哪一天头热热的也跳进去试看看。自己的鱼自己抓，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，真的是太浪漫了。干熟过鱼肉水分降低很多，切割的时候都会粘刀，阻力很大，用窄一点刀比较好处理。鱼肉的水分会很少，油脂感会大幅度的强化，但是接触空气的地方会氧化。骨边肉刮一下给屁猫吃。分切下巴，伤口在这个位置影响不大，几乎没有浪费到什么肉。运气很好，2条背肉都能够完整的切割。鱼皮太硬，用剪的就好了，不要用刀子跟砧板对干。看看这个油光，修掉鳍边的脂肪跟鱼筋。这个也给屁猫吃了。干硬的腹膜反而更容易切割。有伤口的部分切掉，不要吃。喷冰盐水，放冷藏30分钟。给屁猫吃的边角料，我有稍微炙烧一下，这样子比较香，它比较喜欢。我之前有个想法，想给它弄一个生日特餐的企划，后来想想算了吧，平时就已经吃这些了，生日企划难不成要上了天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经过30分钟，用干熟的鱼，水分变少，鱼皮会超硬，会很难去煮。这一些要做生鱼片，另外一块我要炸来吃。很多人认为红干肉很硬，吃熟的都不适合，其实不会。熟成过的鱼肉加热的时间可以比没熟过的短，因为水分少，中心温度很快就提高了，而且结缔组织分解了，口感更软。况且用的是生食的标准，做8分熟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多一点调味之后，加上蛋汁，裹上番薯粉，不用炸太久，180度大约炸4分钟就可以了。捞起来放一下，
中心还会继续守，